小情侣初次相见就遇到突发情况，只见几个凶狠的歹徒拦住了去路。尽管男友是一名中尉，但在南方的地界根本行不通。Hello, Yank. Stay behind me, Brett. Just stay back, all right? You ain't gonna risk firing into this crowd. Don't try me. Look, I never ran from a fight before in my life, but one, Brett.Come on, run! 男友试图开枪驱赶歹徒，但也只是往地面上吓唬一下。于是两人迅速跑进巷子里，而后面的人则穷追不舍。好在军官急中生智，带女友哈利在暗处逃过一劫。可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夜晚，哈利的姐姐正和丈夫腻歪，突然仆人过来通知，说一名不肯透露名字的客人求见。而当妻子打发完愚蠢的丈夫后，埃斯特果断来到客人面前，而眼前的家伙正是白天暗杀妹妹的元凶。女人有些惊慌失措，没想到对方却是索要报仇的。原来策划杀害妹妹的幕后人竟然是哈利的亲姐姐。这一切源自于嫉妒和恨，因为此女人也看上了妹妹的男友比利。但不管埃斯特如何使用花招，对方却一点对她提不起兴趣。为此，当邪恶的女人从妹妹口中得知哈利即将和男友结婚时，大脑居然滋生了杀害两人的想法，而事情却被雇佣的人搞砸了。即便对方没有完成任务，为了避免把消息走漏出去，埃斯特只能用金币把他的嘴给堵上。随后男人高兴地离开了这里。 Ashton, who is it? No one important, dear. Just someone wanting something for nothing. 夜晚的蒙特庄园，当麦恩缓缓走进客厅时，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已等候多时。很难想象，乔治能在2年后再踏进这片土地。自从情同手足的战友出现分歧后，他们断绝了来往，甚至双方连一封书信都没有。这次，乔治怀着真挚的情谊，向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给予道歉，而麦恩也不再纠结过往的种种。I have missed you, George.一句想念你，诠释了兄弟间无法割舍的情谊。或许曾经再多的隔阂和委屈，也会在这一刻变得烟消云散的。而这次乔治前来，不仅是和麦恩缓和两人的关系，而且还想奉劝固守己见的麦恩，希望同意他的弟弟比利嫁给麦恩的妹妹哈利。尽管南北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但也不能因为比利是北方人，麦恩就不同意妹妹结婚呀。毕竟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会非常痛苦，这点麦恩应该深有体会。于是，在乔治极力的劝说下，最终麦恩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第二天，两人就把这则消息告诉了这对小情侣，能征得哥哥的同意，哈利别提有多高兴了。但事与愿违，一名长官很快通知比利的假期结束，南北矛盾升级，战争一触即发，所有休假的官兵都要回到军营待命。而两人下次相见会是什么时候？即将在蒙特庄园举办的婚礼，看样子也只能推迟了。夜晚的街道上，市民齐声高喊让北方人离开的口号，而坐在餐桌上的乔治显然内心很不是滋味。于是，在麦恩的提议下，三人决定走出门外，去看看这脱离联邦的盛世景象。人们高举着旗帜，燃放着烟花，似乎所有人都期待战争的到来，好早日让南方地区独立。然而，麦恩的另一个妹妹也加入了行列。埃斯特那一脸充满邪魅的笑意，让反对战争的麦恩着实厌烦。就当向他通知哈利即将结婚时，埃斯特却一反常态。Damn the Union! And damn your union! Shut up! You fools don't know what you've done to yourselves, to your children, to all of us. Southern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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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妒和憎恶之心溢于言表，可这还远远不够。随后，埃斯特找到了他的地下情人，把哈利结婚的事告诉了对方。然而，此人曾经暗恋过哈利，拒绝后一直耿耿于怀。于是，两人决定联手，找机会向那对恋人给予报复。这就是心态邪恶的女人，一点也不顾姐妹之情啊！转眼来到2个月后，享受闲暇时光的哈利，自从男友返回军营后，就一直寝食难安。即便母亲在一旁安慰，但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哈利很担心未婚夫的安危。与此同时，正在城外驻扎的北方军营里，比利接到长官新的任务，派他去往华盛顿送一份急件。可比利已经订婚了，即将和本地一个女孩举行婚礼，而长官也并非不通情达理之人，他给了比利2天休假时间，但明天黄昏前必须搭火车去往华盛顿，这就说明比利有机会完成婚礼了。画面一转，许久未见的马德琳一直沉浸在丈夫给予的药物中，犹如一具行尸走肉，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而这正是丈夫一直期盼的乖巧顺从的小绵羊。但就在隔天散步的时候，女人意外听到丈夫谈论着什么，原来丈夫的侄子也是埃斯特那个秘密情人，他们企图在哈利结婚返程的途中除掉女孩的丈夫，反正解决一个北方人就少一个人作对。而这些话正好被暗地里的马德琳听到，似乎唤醒了她脑海里的某些意识。很快，蒙特庄园里举行了结婚典礼，就连麦
麦恩正在服役的堂弟查尔斯都来为两个新人祝贺。当然，这种场合少不了姐姐埃斯特，她虚情假意向那晚的言论道歉，并和丈夫愿意去火车站送妹妹和妹夫最后一程。另一边，一名打探消息的奴隶很快向策划谋杀计划的几人报信，表示哈利和丈夫将在下午返回华盛顿。如此一来，两人是时候去半路拦截了。而就在把侄子送走后，老男人居然发现妻子听到了秘密，看样子要去隔壁家通风报信。于是内心忐忑不安的丈夫立刻要求妻子待在房间里，不许走出庄园半步。然而马德琳此刻已唤起了所有回忆，坚持要把他们的龌龊行为告诉麦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因为要揭发丈夫的恶劣行径，男人狠狠掌掴了妻子一耳光。然而这并没有结束，女人依然想走出家门，把真相告诉邻居。没想到丈夫卯足了劲，对马德琳脸部重重一击，就连仆人都看不下去了。与此同时，妻子从旁边抽出利剑，对着丈夫脸部猛然一击。老男人在嘶吼一句后变得鸦雀无声。还好马德琳逃出了丈夫的束缚，然后驾驶着一辆马车，立刻朝邻居家的方向赶去。这边，蒙特庄园完成了哈利的婚礼，夫妻二人就要登上去往华盛顿的旅途了。殊不知，两个刺客已在半路等候多时。就在麦恩送走妹妹和妹夫后，窗外突然传来一阵烈马的嘶鸣声。原来马德琳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府邸，看着心爱之人如此遍体鳞伤，麦恩不再纠结残疾的左腿，一把抱起女人就向里屋走去。当然，他也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画面一转，小夫妻正着急地向车站行驶，突然后面冒出两个骑马的人拦住去路。他们来者不善，一是嫉妒女孩曾经拒绝过他，二是哈利的丈夫是一名北方人。一系列诋毁侮辱的话让比利忍无可忍，而这正中了对方的圈套。于是两人以决斗的方式力判生死。随后他们来到空旷的草地上，然后由一名见证人为二人准备武器。男人趁着比利不注意，故意把子弹里的火药倒掉，就是想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很快，见证人把武器准备好交到双方手中，然后以10步为距离作为标准，回头开枪结束战斗。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比利的好友查尔斯突然赶来，眼看情况不妙，男人想提前开枪，却被一旁的黑人车夫从地上拾取的木桩砸了过去，导致男人的子弹偏离轨道。同时，比利在开枪时却发现里面填装的是哑弹，于是两拨人很快针锋相对。查尔斯收拾那名见证人，而比利则与另一名殴打在一起。因为两兄弟都是服役的军人，所以歹徒根本不是对手。查尔斯很快赶走了见证人，但比利在和另一名歹徒纠缠的时候，顺势捡起地上的佩剑，不小心竟直击了对方的心脏，这是他不曾预料的。战斗结束了，夫妻两人有惊无险，还好查尔斯堂兄及时赶到，而马上就要错过去往华盛顿的火车了。事不宜迟，夫妻两人只能断然离开了此地。这边，埃斯特本想送妹妹去火车站的，但到一半又带着丈夫折返回来，就像哥哥麦恩说的那样。Because you thought Billy and Brett would never get there, didn't you, Ashton?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Well, I am sorry to disappoint you, but Billy and Brett were on that train in spite of everything you did to prevent it. Now look here, Ori. What's this all about? That is what your wife is going to tell me. 麦恩凶狠地把妹妹带到独立房间，因为此次暗杀任务全都是这个邪恶的女人策划的，而马德琳已经把所有偷听的经过全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麦恩。而当听说埃斯特的情人死在了现场后，女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崩溃的情绪。It was all your fault! You and that Yankee scum you call your friends! Well, I'm sorry that we didn't succeed because they all deserve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And you take your husband with you! You are no longer part of this family! Gladly. But you remember this. My husband is part of the new government, and he'll make sure it knows how to deal with traitors! 这个家到底怎么了？姐姐出于嫉妒陷害妹妹，整个南方地区处于混乱。然而堂弟却说出了中肯的看法。I do. It's happen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Bad apples taking over the barrel, Ori. 随后麦恩来到马德琳的房间，看着伤痕累累的爱人经受如此磨难，麦恩心痛的灵魂都在颤抖。于是这次他答应马德琳，绝不会让心爱的女人离开了。但被妻子刺伤的那个老男人，怎能放过这对苦命鸳鸯呢？果不其然，第二天贾斯汀就带人闯进了蒙特庄园，他要在这里夺回自己的妻子。但麦恩早有防备，他派堂弟查尔斯守在门口，闲杂人等一律不许踏进房间半步。不仅如此，还在各处安插了枪手，所有家仆全部严阵以待。就连庄园里的黑人奴隶也拿着种地的工具全副武装，显然仅凭几人在这里撒野是不可能的。此时查尔斯告知前来的众人，他的堂兄只想和马德琳的丈夫谈谈，而其他人则待在原地别动。于是贾斯汀在交出武器后，果断走进了里屋。可他面对的是战争洗礼的麦恩，不管是谁也无法再夺走他的女人了。If you ever try to take Madeline back, you'll have to kill me first.
And if you ever set foot on my property again, I will take it you've come for that, and I'll kill you on sight. 麦恩霸气侧漏的回应，把老男人怼得哑口无言。随后他只能选择败兴而归。今晚的蒙特庄园格外洁白，麦恩贴心地为女人拿来了毯子，仿佛他们的爱情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或许这是麦恩这段时间最高兴的事，陪伴在一直苦练的女人身旁，享受那从未有过的幸福时光。就这样，转眼来到半年后，林肯当选了新一任总统。为了废除奴隶制和南北之间的矛盾，战争一触即发。与此同时，那个可怜的女人维基利亚在外面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家门口徘徊，而她的行踪正好被院子里的二嫂看到。二嫂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算一家人全都抛弃她，但二嫂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如同一头丧家之犬一样不敢进这个家。可两人刚进屋就被大嫂拦住了。难道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忘了吗？别看她现在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却一点也不值得同情。就连大哥也认为弟妹不该收留她，指不定又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怎样的灾难。夜晚，老母亲提着手灯来到女儿房间，看着女儿如同一个逃难的囚徒，母亲再也无法抑制眼中的泪水。不管怎样说，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她怎能对女儿置之不理呢？只希望维基利亚能洗心革面，从此换一种生活方式。时间来到2周后，麦恩已经许久没见到他的老朋友了，于是他坐火车来北方探望。然而就在两兄弟相谈甚欢的时候，麦恩又看到了那个他最不想看到的人。究竟大结局如何？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两个战友正在叙旧情，突然家里的窗户被人打碎，只见屋外一大群北方人高举火把，嚷嚷着把南方的奴隶主交出来，而这一切全是乔治妹妹惹的祸。 They're here to take you, and I sent for them. In the name of God, why? Because he's a traitor. He's a Southern traitor, and he and his guy murdered Grady. The militia killed Grady! I don't care. Justice will be done. I hope they kill you. 尽管维基利亚依然情绪癫狂，但麦恩这次却选择不再责备他，而摆在眼前的是如何处理这群嫉恨北方人的暴民。麦恩本想从后面离开，但乔治警告他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于是两人来到一处柜子旁，从里面拿出了尘封已久的步枪。Back in battle. Follow me. 他们打开了门，面对气势如虹的暴民，兄弟二人临危不惧。然而这些人全都是乔治的邻居，在即将爆发的战争面前，北方人是不允许在南方的地界的，口口声声要把麦恩这个叛贼绞死。 This man is no traitor. We were in the same class at West Point. He served under General Scott in Mexico at my side. Now I know most of you. You're my neighbors. But the first man who moves against my friend, the first man to die. 这就是朋友，这就是战友之情。乔治面对出生入死的兄弟，立场绝对是坚定的，而场下还有手脚不干净的。但乔治的气势已经表明了即将开枪的决心。 We can take him. Take him yourself. It ain't worth getting killed. 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况在两个经受战争洗礼的老兵面前。于是大家只能纷纷散去。但麦恩还没彻底脱离危险，他需要马上离开北方地界。随后，兄弟二人骑上了马，在乔治夫人亲切的祝福下，两人连夜驶向了火车站。与此同时，乔治的妹妹维基利亚正在哥哥的房间里收拾行李。既然又一次和家人闹翻，就没必要在这个家庭苟且生活了。没想到就在拎着2袋子东西离开时，却碰到了给予无限帮助的二嫂。维基利亚表示从此不再回来，可这里是他的家呀。麦恩是乔治的朋友，为何不能和平相处呢？ I have no tolerance of my enemies, even when they come in the shape of a friend. Don't say that. They're your blood. Surely someday. No, what's in my blood isn't in theirs. Do you know that I look at my brothers and my mother, and I can't believe that I was ever a part of this family. They don't know me at all. They don't care about my cause or my struggle. Oh, yes, they'll pay it lip service. But they won't sacrifice anything for it. They will not endure cruelty or hardship. I'm afraid those things are coming, Virgilia, for all of us on both sides. Then let them come. Freedom has to be born in blood and fire. 一个装睡的人无法被叫醒，那些所谓经历痛苦才觉醒的话，在维基利亚的身上根本不存在。就让他离开这个家吧，不挽留或许是正确的选择。可女人刚准备下楼，居然把包裹里的东西全掉了下来。这些银质器具和珠宝首饰都是二嫂屋里的私人东西，显然她盗窃的行为全部露馅了。然而二嫂并未责怪她，反而主动拾取掉落的物品，放回了她携带的木箱子里。二嫂给予的深情厚谊，难道换不回维基利亚一点点怜悯之心吗？随后女人把东西装好，果断离开这个认为讨厌的家庭。另一边，乔治带着麦恩已经来到了车站，在即将离别之际，麦恩告诉他的战友，
自己将担任上校一职，以南方邦联骑兵团与北方军作战。而乔治也收到了总参谋部的邀请，这也预示着两兄弟将会在某一天的战场上兵戎相见。他们都沉默了，不敢想象未来会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只希望那一天永远也不要到来。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麦恩是时候要离开了。这是一辆运送武器的火车，而乔治正是北方军工厂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在向对方说明情况后，麦恩踏上了回到南方的旅途。最后双方没有珍重的誓言，只有紧紧的相拥，把所有的不舍和情谊埋藏在心底，相信时光流逝，物换星移，不管他们以后经历什么，两人永远是最好的兄弟。至此，南与北这部剧的第一季全部结束。涛弟用这部剧的主题曲来结束简单的总结。该剧根据美国作家约翰·杰克斯的著名小说《南北战争3部曲》改编，而我解说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部剧投资规模大，服装道具精美，人物繁多，年代跨度长，具有豪华巨制的特点。除主要演员外，众多传奇影星如伊丽莎白·泰勒、戴维·卡拉丹、简·西蒙斯、弗利斯特·惠特克等都在影片中甘当绿叶，临场客串。该剧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阶级冲突、人物的思想变化和言行举止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呈现，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雨根和金吉鸟并称为美国电视剧发展史中划时代里程碑式的3大经典作品。好了，简单介绍到这，看更多好看影视剧，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两人本想回家探亲，可就在黑人女仆整理行李时，几个当兵的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在野外碰到一个黑美人，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而女仆也意识到对方不怀好意，试图逃离几人的追捕，但他们正好借此机会给枯燥的生活找点乐子。与此同时，躲在岸边的夫人听到了仆人的哭喊声，只见几个士兵正在调戏她，但夫人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不能盲目上前营救，只能眼睁睁看着女仆被带回了军营。夜晚，一名中尉把女仆想带到另一个帐篷，并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只要今晚能好好伺候她，明天早上就能把她放走。我宁可死了，也不会伺候你。宁死都不伺候我，你会改变口气的。哨兵！女仆本想自己的贞洁就要完了，可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帐篷撕裂的声音，她预感可能别的士兵想捷足先登，于是悄悄躲在一旁伺机而动。而钻入帐篷的果然是一名士兵。就在两人准备厮打的时候，没想到对方居然是乔装打扮的夫人。两人再次相见，紧紧相拥。但目前可不是叙旧情的时候，他们要马上想办法逃离军营。而夫人想得很周到，也给女仆带了一身军装。于是两人趁着漆黑的夜色，悄悄偷走了一匹马，顺利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可见哈利小姐一颗善良的心，即便是一个黑人女仆，也不惧危险拯救于水火。第二天清晨，两人换回了便装，可经过一宿的赶路，似乎有点迷路了。而此时正巧看到一对逃难的黑人，本想打听一下，但他们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撒丫子就跑。好在女仆也是一名黑人，皮肤相同，才让两人放弃了敌意。而他们就是从南方逃跑的奴隶，自然对南卡罗来纳州的路程很熟悉。在经过一番打听过后，两人再次开启了返乡的旅程。但哈利怎么也不会想到，自从南北战争打响后，哥哥麦恩也要离开家乡了。有西点军校的学习经历，再加上墨西哥战场屡战功绩，麦恩被授予上校军衔，参与邦联南方军指挥工作。母亲和马德琳送别了麦恩，不知下次相见又会是什么时候。可不巧的是，战争也让隔壁庄园的贾斯汀也混了一官半职。于是在麦恩离开家后，他开始策划如何把妻子给夺回来。夜晚，蒙特庄园的一名奴隶突然被穿制服的人给挟持了，原来是贾斯汀悄悄潜入了这里。随后老男人手持武器向里屋走去，而就在马德琳准备下楼休息时，一只胳膊瞬间勒住了他的脖颈。别叫，亲爱的，否则割断你和那老太婆的喉咙。该回家了，亲爱的，这次你该做个尽责的妻子了。走。就这样，马德琳被丈夫挟持着走出了庄园，而贾斯汀在离开时，特地把手提油灯扔在了谷仓屋顶，大火瞬间蔓延开来，里面是蒙特庄园1年的收成。为此，园内的奴隶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提起水桶准备灭火。可单靠园子里的一口井，不仅无法把火势控制，反而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床上休息的老妇人被吵醒，眼看1年的收成即将断送火海，于是担忧的她也来到了现场。没想到刚来到这里，就被掉落的东西砸中了，随后被2个奴隶抬到了一旁。还好老妇人身体并无大碍，但眼前的谷仓却彻底被大火吞噬了，而1年的劳动也就此付之东流。阔菲，你为什么不到外面救火？棉花没了，我不想浪费气力救那些不是我的东西。最好别让克拉丽莎太太听见。我们去送死，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我们。
虽然是主奴关系，可老夫人从没亏待过他们，也没像其他奴隶主殴打过他们，个个吃得体壮如牛。不知听到这种抱怨的话，老夫人是否会感到心寒？而她此时更关心马德琳去哪了。女人被丈夫带回了曾经的庄园，虽然两人的婚姻早已破灭，但从法律上并没有解除这种关系。名义上马德琳还是妻子，况且老男人怎能忍受麦恩的夺妻之恨？于是这次他要把马德琳关在房子里，不许离开半步。转眼来到3天后，正在和总统讨论战局的麦恩突然收到了老家的来信，爱人被夺走，老娘被砸伤，1年的收成毁于一旦，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战局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还是向总统请了几天假。这边贾斯汀一改往日的狂躁，是要在妻子面前做一个好丈夫，但马德琳要的是自由，而不是一个只会困在房间里的傀儡。已经破碎的心是无法愈合的，即便拼得再完美，也无法再回到从前了。与此同时，麦恩驾驶着烈马直接来到隔壁庄园，2个卫兵本想上前阻止，直接被麦恩给踹飞。而贾斯汀听到声音，迅速来到窗前查看，只见守卫已经被干倒在地，随后又手持武器猛然闯了进来，但还是遭到了贾斯汀的暗算。麦恩的手枪被打掉，并被对方步步紧逼，开始由于左腿残疾处于下风，可毕竟麦恩是一名军人，况且贾斯汀年龄过大，很快2人的局势发生逆转，最后被麦恩一拳直接轰出了窗外，导致贾斯汀当场饮恨西北。一切都结束了，有情人再也不顾世俗的眼光，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随后麦恩把心爱之人带回了自己的庄园，一家人重新团聚。而更让人惊喜的是，夜晚妹妹哈利也回到了家，一路的艰辛历程刻骨铭心，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2日后，麦恩借着短暂的假期，在庄园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给马德琳一个应有的名分。而接下来剧情又该如何走向？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白人男子大摇大摆托运黑人尸体，丝毫不顾旁边同族人的感受，目的是来向蒙特庄园主邀功。可当哈利上前查看情况时，却发现死者是自己农场的奴隶。原来眼前的男人居然杀害了一名15岁的孩子。对，我抓住了他，可我押他回来的时候，他抢我的枪，我只好杀了他。你杀了一个孩子，是子弹找对了地方。发生的事儿都是为了你们好。子弹找对了地方，如此令人发指的话，就连庄园的老夫人都无法容忍。但男人表示，林肯刚刚发布了独立宣言，所以这群黑人才蠢蠢欲动。为了稳定奴隶躁动的情绪，他很需要种植园里的一份工作。与此同时，一名女仆在看到死者是自己弟弟时，瞬间情绪难以抑制，想要和对方拼命，怎奈白人直接掏出了枪。现在是战争年代，你们梅家没那么高贵了，这儿很多事情都不同了。随后，男人把尸体扔在了门口，潇洒地离开人群了。只可惜一个年轻的孩子就这样平白无故死在了枪口之下。夜晚，哈利和嫂子商量，准备向死者的家属给予慰问。然而奴隶所在的木屋陷入一片痛苦之中，2个夫人见此情景也流下了泪水。但有个客观的事实摆在眼前，因为独立宣言已遍布整个南方地区，黑人目前已经享受应有的自由，可农场还有几十亩地需要耕种，所以2位夫人恳请大家能留下来，当然想要离开也绝不会阻拦，甚至还会提供通行证明。说完，哈利跟随嫂子便离开了这里。但这群人总有内心不平衡的，其中黑人考菲一直认为自命不凡。如果那帮唱安魂歌的黑人像我一样有热血的话，我们可以冲进这幢大楼并占有它。只有这才是白人懂得的力量。冷刀子，跟我一块儿走吧。黑人女孩害怕了，没想到眼前的家伙居然如此狼子野心。但不管对方如何奉劝她，女仆是不会跟随考菲离开的。而就在男人想强制带她走时，另一个黑人突然打断了他们。你这家伙在这偷听什么？我们俩正在这说话呢。别走开伊拉！你这愚蠢的家伙！不，你不能动他。考菲，我不跟你一起走，就是到天堂我也不去。看到女仆铁了心要留下，考菲只能独自踏上了寻找自由的道路。但他心有不甘，离开前悄悄潜入了庄园内部，总要为自己弄点盘缠吧。于是男人手持匕首，径直来到老夫人的房间，在仔细端详对方沉睡后，并没有直接动手，而是溜到了夫人的首饰礼盒旁，里面装有各式各样的珍珠玛瑙，让做贼心虚的考菲眼前一亮，于是毫不犹豫装到自己的口袋。好在老夫人并没被吵醒，不然连老命都难以保证。最后考菲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养育20年的蒙特庄园。就这样，时间来到1个月后，埃斯特作为议员的夫人，跟随丈夫参加高管们的舞会。可她天生就是一个坏种，善于利用自己的美貌来博取别人的注意。眼前的男人名叫本特，他被埃斯特魅惑的眼神所吸引，在2人简短的交谈中，发现埃斯特居然是麦恩的妹妹，而麦恩曾经和本特的仇恨源远流长。如此一来，让他终于找到了报仇的好机会。很快，2人关系得到质的飞跃。当晚，埃斯特就来到本特下榻的酒店，而他们从认识到熟悉，只不过经历了几个小时，女人就把身体献给了对方，实在无法想
想象，世上竟有如此不知廉耻的人。几天后，本特为了彻底俘获埃斯特，他从巴黎特地购置了一批礼服来讨女人的欢心，不仅借此机会让麦恩一家鸡犬不宁，而且他还想利用女人丈夫的职位谋取利益。可这些要求埃斯特都默认了，因为他也想向把自己赶出家门的哥哥报复，那么总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吧。于是本特拿出了一幅画像，这个女人有1/2黑人血统，一个颇具盛名的青楼女子。更主要的是，画像里的女人就是马德琳的亲生母亲。尽管马德琳曾经给予过埃斯特无限帮助，但此女人却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她显然要好好把握。接下来故事又该如何走向？咱们下期接着讲。这是一群比斯嘉丽还要勇敢的女人。自从奴隶纷纷离开庄园后，整个家庭的劳作全肩负在她们身上，甚至嫂子怀孕也要下地干活。可今天庄园却迎来一辆豪华马车，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显然这是难得的奢侈品。然而走下马车的居然是许久未露面的姐姐埃斯特。回家探亲本应是件高兴的事，但妹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姐姐天生就是一个坏种，甚至哈利和嫂子直接走开了，这让埃斯特心里很不舒服。夜晚，可恶的女人就开始实施计划了。因为从朋友那里得知嫂子的母亲是风尘女子，埃斯特旁敲侧击对方的身份肮脏。不仅如此，最主要的是嫂子身体有1/4黑人血统。本来这个秘密被马德琳深埋在心底，害怕暴露后为家族抹黑，更担心丈夫因此是名誉扫地，但没想到居然被埃斯特一点点挖出来了。我知道你和欧里想要个孩子，可是你们从没真正想过，如果孩子证明是有黑人血统，那么你又意味着什么呢？你一定非常的恨我，埃斯特。如此一来，女人深知在这个家庭的压力，于是她带着不舍写了一份告别信，放在了丈夫的照片前，同时也摘下了结婚戒指，永远离开了这片深爱的土地。然而马德琳刚离开，那封信就被埃斯特给打开了，就连黑人女仆都觉得太过分了，每次回来都把家庭搅得鸡犬不宁。或许有些人的坏真的是天生的。从很小我就看着你怎么样对待人，似乎他们不是人，只是服从你愿望的工具而已。林肯总统爱发表什么宣言都行，可是对我来说，你永远是奴隶。假如换成我是你的话，我才不会乱咬舌头呢。不管我是黑人白人，我都讨厌你这种人，连自己家人都不放过，你会得到报应的。总有一天，你也能尝到孤独的滋味。坏女人！天哪！可这仅仅是埃斯特作妖的开始。第二天，女仆和一名黑人正在交地，突然发现远处来了一名士兵，于是两人很快提起武器防备起来。没想到居然是二小姐的丈夫比利，一个北方兵不在战场上打仗，居然乔装南方兵的制服来到蒙特庄园，只是太想念他许久未见的妻子，但现在需要隐藏起来，免得让埃斯特那个女人知道。夜晚，母女三人正在聊天，突然女仆高兴地闯了进来，但她并没有把比利到来的事告诉二小姐，而是借着去仓库看种子的名义，把哈利小姐带出了门外。这要让埃斯特知道来了一个北方兵，还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于是哈利很快来到谷仓寻找丈夫，一切真挚的言语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已有1年多未见，所以迫不及待完成属于两人的美好时刻。而相聚总是短暂的，丈夫是一名北方联邦的军官，何况前方战事连连，所以他不能在这里长时间逗留。而两人在一起的画面恰巧被前来的姐姐看到了，曾经极度的咬牙切齿，这次终于被埃斯特逮到了机会。就在哈利为丈夫临走前取些干粮时，可恶的女人出现了。我见到的是南方联邦的逃兵呢，还是北方联邦的逃兵？算哪边你都得给枪毙，这可是军队处理逃兵的一贯方法。埃斯通，哪边都得把你枪毙，那可真令人高兴。即便妹夫请求放过他，但埃斯特依然想去军营告密。而就在这时，妹妹哈利突然举着铁叉子出现在眼前，但凡他敢踏出这个门，必让他的身体千疮百孔，即便是亲姐姐也不行。看到哈利如此坚毅的目光，埃斯特彻底害怕了，于是他只能按要求从马背上下来。随后哈利赶快让丈夫离开这里，免得这个女人再搞点小动作。你是个可悲的烦人的女人，埃斯特。我知道你因为得不到比利，所以你希望他被杀死。别太荒唐了，我不会让你做任何事情伤害我丈夫。你得待在这里，等比利走远以后你才能离开。时间来到下午，埃斯特穿着豪华的礼服准备离开，但他在临走前向妹妹以及所有伤害他的人放下狠话，总有一天会让他们每个人付出代价的。画面一转，自从马德琳离开蒙特庄园后，女人便独自一人来到了查理斯顿的老家。她在当地找了一个代理人，
继承了父亲遗留的财产。尽管遗产并不多，但足以让他维持一段时间。而女人前夫遗留的资产却非常优越，却被马德琳直接拒绝了。她不会继承贾斯汀任何一样东西的。就这样，转眼来到2个月后，马德琳顺利诞下一名男婴。虽然身体流淌黑人的血液，但这是她和麦恩爱情的结晶。就让那些流言蜚语远离喧嚣的人群吧。可事实真能像想象的一样吗？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女人在路过街边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只见一个嚣张的白人男子正强制一个黑人男孩去挖战壕。于是马德琳出于善心，及时制止了男人的恶劣行径。但这种多管闲事的举动，让白人中尉很难理解。可他还是个孩子。那么，这就是林肯先生的错了，对不对，太太？他的混账部队把这些黑家伙都解放出来，让他们到处乱跑，把白种人的饭碗都给抢走了。我不想和你辩论，我只关心这个孩子。我的父亲是查尔斯顿的知名人士，我认识不少要员。假如你坚持要拉走这个孩子的话，中士，我会叫你非常的不愉快。男孩感觉今天遇到贵人了，立刻戏精上身，在众人面前表现的咳嗽不止。中尉也被女人的话有所震慑，所以只能放了这个体弱多病的男孩。可其他年长的黑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就在众人离开后，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于是马德琳把好事做到了底，直接把男孩送到了郊外的家里。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竟然有很多无家可归的黑人。不知林肯解放奴隶究竟是对还是错，而男孩的母亲更是虚弱的无法起身。原来他们自从获得自由后，就一直在各处流浪，反而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农场里生活的好。听到这些话，女人决定救济这些可怜的人，所以她带着男孩去往镇上买些粮食，度过眼前的难关。可就在行驶的路上，一群手持武器的劫匪拦住了去路。当看到车上装满了粮食，男人立刻萌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并强制把2人轰下马车。而就在和劫匪的拉扯中，突然发出一声枪响，立即滚蛋！我要再看见你们，无论在哪儿，都会把你们干掉。在战争乱世的年代，除了到处横行的劫匪，还有一些见义勇为的侠义之士。而眼前的男人叫雷福尔，他出于安全考虑，主动把马德琳送回了住处，并在即将离开时，深深在女人手背上给予了一个吻，仿佛预示着他对马德琳这个孤独的女人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微妙感觉。而马德琳的丈夫麦恩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境遇。男人在赶往部队的途中，却被隐蔽密林的北方军暗算，一枪直接把麦恩斩落在马下。而等士兵前来检查时，却发现他们击落了的是一位将军。随后，麦恩同其他俘虏的伤员一同拉到了北方军的战地医院。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维基利亚居然在这里做护士，这真是冤家路窄，两人竟在这里碰面了。可现在麦恩的伤情很严重，需要赶快找到军医救治。或许经过时间的沉淀，维基利亚内心平复了许多，对这个所谓的仇人似乎很关心，并在第一时间联系医生抢救。就这样，转眼来到1周后，麦恩经过康复治疗明显好转许多，而他再次面对维基利亚时，由衷的表示了感谢。女人也失去了曾经的狂躁情绪，不再痛恨这个南方的奴隶主了。两人似乎达成了和解，但就在维基利亚离开后，麦恩开始策划逃跑计划。毕竟自己南方将领的身份，一旦遭到审问，将是一辈子的耻辱。于是他趁夜色悄悄溜了出去。当碰到士兵询问情况后，麦恩果断出击，然后从附近牵起一匹马，在后面士兵的枪火下，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你的将军远走高飞了，别再相信敌人。第二天，医院又来了一批伤员，其中有名军官由于腿部出血非常严重，于是维基利亚用皮带紧紧禁锢了出血的动脉。然而他已经连着3天没休息了，只是稍微离开了一会，不料这名军官竟然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颤动着虚弱的身体，用仅有的力气把防止流血的皮带解开了。当战地医院负责人来到伤员面前时，这位南方军官早已没有了气息，于是把所有责任全怪在了维基利亚身上，甚至认为他故意制造俘虏死亡的。因为维基利亚一直仇恨南方人，这里的医务人员人尽皆知，所以负责医院的女士要把维基利亚赶出战地医院，并以谋杀俘虏的行为把他告上军事法庭。我所有的仅仅是这工作，如果你夺走了我的工作，我已经失去了 Grady， 可现在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维基利亚情绪激动之下，竟然把负责人推倒在地，这下惹出了大麻烦，现在不走都不行了。于是他趁还没被发现，连夜骑马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可他又能去哪呢？画面一转，地点来到华盛顿特区一名高官议员的家里。男人刚刚结束工作，突然被后面的声音吓了一大跳。原来维基利亚买通了一个女仆，才让他悄悄潜入房间的。而他这次前来，就是想通过议员朋友身份来帮助自己洗清罪名的。
幸运的是，议员得知被他推倒的女人并没有死，显然还有挽救的机会。但是那名俘虏伤员的情况就很难说了。尽管维基利亚一直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可谁又能相信呢？而议员想帮他也并非难事，只不过总得付出点代价吧。女人心有领会，也知道这个所谓的朋友一直想得到他的身体，所以这次维基利亚不再拒绝了，缓缓褪去了身上的衣服，把全部交给了这个有妇之夫。而他的哥哥乔治一旦知道妹妹如此行为，不知又会作何感想呢？乔治作为北方军的一位将军，正在按计划往前线运送军火，然而他们却在半路上遇到了埋伏。只听一声巨响，乔治立刻意识到了什么，然后命令火车全速后退。可现在完全来不及了，只见大批南方军向这边直冲而来。尽管乔治带领手下顽强抵抗，可依然不是敌军的对手。经过一阵拼命厮杀，最终整个运送军火的人员全部被俘虏，而乔治也将迎来地狱般的折磨。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寡居女人显然未意识到，后面一个老男人已窥视半天了。因为知道哈利的丈夫参军多年未回家，所以这个老男人一直垂涎对方的美色。而在这荒郊野外独自种地，显然是下手的不错选择。可就在男人准备行动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没想到这里还隐藏着一个黑人女仆。Get on out of here, Salem Jones, or this other barrel's gonna blow your head off. You wouldn't do that, Semiramis. Wouldn't I? I've hated you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眼看女仆就要动真格的，白人男子只能选择败兴而归，但他显然不会善罢甘休的。果不其然，第二天男人为了报复蒙特庄园，不仅打伤了一名干活的奴隶，而且就连浇灌农作物的水轮车也被带来的白人队伍给摧毁了。临走时还拉走了仅有的收成。可他曾是这座庄园的监工头子，难道被辞退后就想方设法的报复吗？夜晚，女仆为男友擦拭着伤口，一切悲惨的遭遇只能默默承受。好在哈利小姐的心态很好，既然浇灌的水轮车被破坏了，那么他们决定再做一个。可他们怎么也没预料到，老男人就像狗皮膏药一样，一直默默注视着蒙特庄园的一举一动，仿佛又在策划下一个美好的计划。但就在这时，一把利刃顶住了他的脖颈，然后被捆绑带到了一个劫匪的聚集地。而这里的黑人老大曾经就是蒙特庄园里的奴隶，当初没少遭到白人监工的鞭打，而如今对方却落在自己手中，显然也要让他感受被虐待的滋味。可男人在遭受一阵摧残过后，立刻急中生智，他提议和考菲带领的黑人难民联手，策划抢劫白人在当地的农场，而蒙特庄园当然要首当其冲。听到这个建议，考菲似乎有些心动，可曾经的雇主家他能下得去手吗？另一边，埃斯特在离开老家后，就一直和本特这个家伙在一起。本特的野心很大，因为南方邦联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所以他想在南方地区成立新的政府，各处拉拢官员和集资。可为了事情能更顺利些，他居然利用埃斯特去陪睡。开始女人还以为本特在开玩笑，但听到对方说出15000的金币时，埃斯特似乎有些动心了。其实两人的性格相同，都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于是在本特一再说服和承诺下，女人最终还是答应了。然而从表情可以看出，她多少对自己走到这一步有点内疚。夜晚的一处豪华别墅里，女人来到了指定的房间，床上的男人年龄70有余，看到埃斯特缓缓解开了衣裙，一副贪婪的表情立刻显现而出。随后秉持着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埃斯特毫不犹豫地把身体献给了对方。但经过这一夜，埃斯特居然回到了家中，看着床上沉睡的丈夫，在望着镜中的自己，似乎已经堕落得无可救药。她哭了，哭声把梦境中的丈夫给惊醒，而霍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只说了句没关系，便把头扭了过去。可即便知道后悔，埃斯特目前也无路可退了。第二天，本特驾驶着马车，带领女人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埃斯特似乎对这种游戏规则并不感兴趣，但当他进入这个仓库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原来本特一直搞集资，就是为了购买枪支弹药，甚至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军火库，来实现推倒南方政府而创立新的奴隶制帝国。所以目前还有一个很棘手的事，希望埃斯特说服他执掌财政大权的丈夫到这个秘密基地来参观一下，以此达到拉拢入伙的目的。而埃斯特很了解她懦弱的丈夫，先把他骗来再说，不同意就在这里把他干掉。但两人似乎低估了霍顿的境界，在收到妻子邀请的消息后，丈夫果断向南方临时总统汇报了情况，怀疑有人私自贩运武器，希望戴维斯总统能派人协助调查。而这项任务则交给了麦恩处理，毕竟麦恩一直从事这起案件的侦查，况且霍顿还是他的小舅子，相信他定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夜晚，本特正在仓库等候霍顿前来，可没想到埃斯特却心有余悸地提前赶到，显然他的到来会破坏这次至关重要的谈话。本特希望他赶紧离开，但女人目前似乎很担忧。 Blatant disregard to our plans. Listen to me, Ale. It's too dangerous. We could lose everything. Why don't we sell this to a profiteer and get out now before it's too late? You're starting to sound just like your husband. It is not too late.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onfederacy is dead! The Confederacy will flourish under my presidency. After we have destroyed the enemy. All my enemies.
Elkanah! Get out of here right now. I have every right to be here. Don't you dare disobey me. And don't you dare talk to me like I'm one of your lackeys! 就在两人激烈的争吵时，外面一阵马蹄声，显然贵客到访了。于是埃斯特只能先躲在木箱后面，而走近的霍顿同样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这里的武器甚至可以匹配一支军队。既然事情一目了然，本特也不再隐瞒自己的宏图事业。他希望霍顿能加入反抗阵营，推翻现在的南方政权，到时候会有更高的职权交给他。当然，首先要干掉麦恩将军。可没想到麦恩突然出现在了身后，显然本特被出卖了。虽然霍顿有些愚蠢，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叛徒。为了能摆脱两人的纠缠，本特说出了和埃斯特睡觉的事实，这导致男人情绪激动下动手，却正好影响了后面拿枪的麦恩。于是本特趁机跑出了仓库，并躲在一处掩体后，与麦恩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另一边，埃斯特气愤地走了出来，责怪她的丈夫毁了一切，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尽管事情到这种程度，可怜的霍顿依然选择原谅妻子，但他们却在拉扯中打碎了旁边放置的油灯，大火瞬间在仓库蔓延，而外面的两人还在殊死搏斗。当本特看到仓库发生起火时，奋不顾身就想往里冲。I'm not going in,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anymore! My empire. I'm gonna save my empire. 里面的火势太大了，再多的执着只会自取灭亡。而外面的三人眼见情况不妙，迅速躲在掩体后面。随着一声爆炸，整个仓库如同被火海吞噬，所有枪支弹药全部毁于一旦。同时本特和他所谓的王国也一同消失在了茫茫火海，一切都结束了。看着幻想的美梦就此破碎，埃斯特似乎认识到了错误，并说出了很多曾经自己做的恶，包括一直想杀死妹妹和妹夫，还有被他逼走的嫂子马德琳。原来这一切全是他造成的。He had a picture of her mother. She was a black whore in Norland. And when I told her the mother would die if anyone found out. Damn you, bastard! 所有丧尽天良的事，埃斯特都做尽了。麦恩从此不再承认有这个妹妹，让霍顿赶快把她带走。但女人在平复情绪后，居然还恬不知耻地祈求丈夫的原谅。Okay, James? It's too late, Ashton. Too late. 画面一转，被俘虏的乔治还在战俘营遭受非人的对待。接下来大结局如何？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她虽然是一位将军的妻子，却在圣诞夜里抱着婆婆哭，因为她的丈夫被敌军俘虏了。而眼前的上尉号称监狱小霸王，不管你是什么军衔的战俘，都在他眼中如同渣渣。你们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听见了吗？你们比黑还低贱，比人渣还次，连泥土都不如。不仅如此，中尉还命令所有战俘跪在地上俯首称臣，这完全违背了战争条例，简直是对人格的侮辱。可总有些骨头软的，毫不犹豫就跪在了面前。而乔治作为北方军的将领，带领其他兄弟绝不会低头的。既然如此，那么不听话的后果只会遭到凶狠的殴打。眼看大家都选择了俯首称臣，只有乔治是可杀不可辱。看到其他人了吗？啊，我就是头头。这儿没条理，听我的。现在给我跪下去。你总是顶撞我，对吧？早晚我会要你的命。这是南方地区最残暴的战俘营，不知乔治这次是否能挺过去。另一边，妻子康坦为了能救丈夫，特地来到华盛顿特区面见林肯总统。可总统目前也无能为力，因为双方暂时达成了停战协议，所有战俘不能置换，何况是一个位居权威的北方将军。于是林肯只能婉言拒绝了康坦的请求。但他们怎么也不会预料，乔治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悲惨遭遇，双手双脚被捆绑，扔在外面冰冷的雨夜，承受着不听话的惩罚，对身体和心理造成了巨大的挑战。或许吉人自有天相，当麦恩的堂弟查尔斯看望哥哥时，告诉了乔治被俘虏的消息，而那个战俘营被称为北方人的梦魇。乔治恐怕凶多吉少，但查尔斯奉劝哥哥不要参与此事，毕竟现在的乔治是他们对立的敌人。什么？查尔斯，乔治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了？没事。这是什么意思？我要把他救出来，你得帮我的忙。
听你的，将军。谢谢。于是二人来到了战俘营，可负责监狱的长官并没在这里，就连一个下士都在阻挠麦恩，可见再大的军衔也在这里行不通。长官，现在可是半夜，唐纳上尉他会不高兴。我根本不在乎唐纳上尉高兴不高兴，我受命把这个战俘带去审讯下士，这就是我想做的。你马上把他带到我这儿来。是的。夏氏眼见首长不高兴，于是只能无奈的照办了。而当乔治拖着疲惫的身躯出现在眼前时，显然他在这里遭受了非人般的虐待。随后命令士兵打开身上的铁链，正当把乔治踢走时，监狱长突然打开了门。不管是哪里来的将军，只要不是他下达的命令，谁都不许把俘虏提走。一个上尉敢和首长叫板，这难道吃了雄心豹子胆？即便麦恩拿出了签署的文件也不行。眼见对方掏出了枪，查尔斯果断发起攻击，两拨人迅速厮打在一起。然而在和对方搏斗的过程中，查尔斯一个转身，这名上尉竟用匕首捅在了自己胸口，也算罪有应得。于是麦恩搀扶着乔治缓缓向外面走去，而其他狱卒显然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随后几人来到了河边，用事前准备好的小船把这个北方将军放走了。或许此时麦恩心中更多的是还情，而不是他们兄弟间的真挚友谊。我们杀了成百上千的北方佬，却救了一个，真是毫无意义。同情还是有意义的。画面一转，一家人正挣扎在伤心的夜晚，突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沉寂。当管家上前打开门的那一刻，康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经受百般磨难的男人他回来了，一切的等待和希望都是值得的。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把所有流下的泪水都化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转眼来到3个月后，乔治的妹妹维基利亚仿佛适应了做议员的秘密情妇。可今天在经历一夜风花雪月过后，事情完全变样了。老男人为了争取更高的职位，显然要放弃点什么，而维基利亚这个背后的女人是他放弃的首要目标。总不能因为一个世俗的女人而影响自己的仕途之路吧。所以今天老男人就表明了决心，他要抛弃一直伺候他的维基利亚。曾经把甜言蜜语挂在嘴边，如今却只是对方的发泄工具。维基利亚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是就在男人准备离开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把枪。再见，亲爱的。再见。哦，没那么简单。你不能走。费吉尼亚，你这是干什么？别那样做。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或许看透了红尘，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维基利亚至此走向了黑暗的深渊。当哥哥了解到情况后，特地来到监狱来看他，但从外面就看到行刑的绳索，这也预示着妹妹难逃一死的命运。森严壁垒的牢房，乔治带着沉重的心情走了进来。维吉尼亚，我试过了，不可能缓刑，我很抱歉。不要紧，我跟他们说了，我想尽快了解。乔治，你相信命运吗？假如格瑞迪在世，明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也是我受绞刑的日子。因为维基利亚谋杀的是重要官员，所以就算乔治也无法再扭转乾坤了。可不管妹妹曾经做过多少傻事错事，作为哥哥从未真正记恨过她。一个如此要强的女人，或许正是她的执着和坚持，才让维基利亚走到了现在这一步。随后乔治泪流满面的离开监狱，与亲人割舍的感觉着实让人心痛。时间来到了1865年4月份，南北战争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林肯亲自来到彼得斯堡督战，而领导北方军的统帅乔治从望远镜看到敌军的将领正是麦恩。这两个生死兄弟终于在战场上相见了，就像当初他们预示的那样，战争让他们各为其主，国家分裂，可两人之间的友谊永远不会消失。随着一声开火，双方展开了最后激战，但以目前南方军的实力，已无法再抵抗凶猛的北方军了。麦恩也在爆炸中晕倒在地，而整个战斗过程持续了6小时，最终以南方军残留部队投降，结束了这次规模宏大的奴隶解放战争。第二天，乔治在一处战地医院找到了作为俘虏的麦恩，但麦恩现在很想找到他的妻子马德琳，所以希望他的兄弟能帮助离开，而这点乔治还是能做到的。于是两人来到了马德琳的老家，知道委托一个代理人卖掉了房子，所以希望老先生能告诉他妻子的下落。开始老先生是拒绝的，因为他曾答应过马德琳保守秘密，可看到麦恩是如此真诚，让老先生感到很纠结。在一段思想斗争下，他再也不能让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了，于是告诉了马德琳所在的地址。这边隐匿于世的女人每天陪在孩子身边。当一阵敲门声后，马德琳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已有2年未见的丈夫居然找上了门。你一定恨我离开了你是吗？
不要说了，莱斯通都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了？他说有可怕的事情会发生。也许那曾经是真的，但是再也不会了，再也没人能伤害我们。所有误解已荡然无存，时隔2年，他们的爱情依然坚如磐石。而更令麦恩值得感恩的是，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让麦恩难掩内心的喜悦。于是，一家3口和乔治一同踏上了返乡的旅程。即便战争结束了，可蒙特庄园却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夜晚，一家人正在享受晚餐，参战的查尔斯和比利都安全回家了。殊不知，外面一群劫匪正策划抢劫这里，而带头的是前奴隶监工和叛逃的黑人考菲，全是一群忘恩负义之人。随着一只火把扔进屋内，大家很快意识到了危险，于是马上拿枪准备战斗，就连女流之辈也加入其中。可外面的黑人劫匪太多了，显然单靠查尔斯和比利很难应付，而无耻的头目考菲更是趁机想侵犯黑人女仆，无奈老妇人上前阻拦，却被重重的推倒在地。当考菲想再次霸占女仆时，被查尔斯发现并一枪解决了性命。只可惜善良的老妇人头部遭受撞击，陷入了深度昏迷，而外面的劫匪依然虎视眈眈。好在麦恩和乔治正好抵达庄园，迅速拔枪参加战斗。经过一段时间的枪战，残余的黑人只能落荒而逃。等麦恩把母亲抬出庄园时，大火已把房子焚烧得面目全非，老夫人也在儿子的怀抱中永远的失去了生命。至此，这部剧基本进入尾声。麦恩在为母亲埋葬后，内心感慨万分，包括对国家的荣耀、战争的意义以及家庭的责任。看着倒塌的皇家山遗址，不知自己是否还能重建家园。而他别忘了，还有个真挚的兄弟陪在身旁。乔治准备拿出2人以前合作开设的纺纱厂，所有的利润分成，帮助兄弟重建蒙特庄园。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乔治。